Hello，大家好。最近火星又出了一件很大的事儿，象征着宇宙探索领域先驱的 NASA 开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人类可能发现了外星生命的证据。这个发布会和以往的那些民间的发布会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这次发布会的发言人詹姆斯·格林是代表着 NASA 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他就说，在火星上发现了外星生命的痕迹，而这个发现外星生命的结论不是简单的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分析得来的，不是简单的说我们观察了那个星球的大气层，通过什么光谱分析推测之类的，而是从已经采到的火星土壤样本中分析得来的结果。NASA 火星探索项目首席科学家詹姆斯·格林就说，这样本上面的斑点可能是外星生命留下的。虽然我们不敢打包票，但它是迄今为止最强的火星生命存在的痕迹。他说，我们做了很久的研究想要证伪，但是却发现都失败了。所以说这次的发现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这次发布会还不是一次很着急很仓促的发布会，因为他们在召开这次发布会之前已经准备了1年的时间。那这次发布会召开于2025年9月10日，以全球直播的形式。NASA 火星探索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詹姆斯·格林对着一块布满斑点的岩石反复强调着一句话：这次可能发现了外星生命，我们离确认只差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比登天还难。那 NASA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召开了这次新闻发布会？为什么又说最终想要确认的这个研究结果最后一步那么难呢？那我们就来一起研究一下今天话题的主角，一块可能改写人类对生命定义的25号火星岩石。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我的每一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我想尽最大的努力把影片做好。如果您觉得还算是可以的话，希望您帮我点个赞和订阅，那样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2025年9月10号 NASA 新闻发布会中探讨的事件是发射到火星的探测器毅力号采集到的一块岩石样本。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其实这块岩石样本是在1年之前2024年7月21号的时间，在火星上的杰泽罗火星坑内雷特瓦谷北边的切亚瓦瀑布岩石上面钻取的，被科学家们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做蓝宝石峡谷。这也是毅力号采集到的第25份火星样本。那这块岩石表面布满了深色的斑点，很像是豹纹，所以也被称作为豹纹岩。那这种纹路在我们地球上如果看到的话，可能会觉得没什么稀奇，很平常。但是因为地球上到处都充满了生机的原因，因为这种纹路的形成很可能追溯到生命活动产生的影响。今年更早的时候 ，NASA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透露过，他们这次发射毅力号探测器去火星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寻找这种类似的岩石。也就是说，他们此行发现了这块有可能存在生命的石头，它并不是一个巧合，不是对火星勘察中无意中发现的，而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说白了，就是我们就是奔着这个石头去的。那毅力号所在的这颗火箭发射的时间是2020年7月30号，地点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空军基地。这个时间正好是全球疫情管控最严的一年，美国也处在疫情的紧急防控阶段。NASA 为了这颗火箭的升空，也是做了很多的防疫措施。另外呢，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火箭发射的时间一般是有窗口期的。那这个窗口期的作用就是，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发射的话，能很大程度的缩短卫星航行的距离。那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不能够按时发射的话，那地球和火星的下一个窗口期要等到26个月之后。那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当时他们为了赶这项研究的进度，也是拼尽了全力。问题是 NASA 为什么那么肯定就能在火星上找到生命存在的证据？这个问题就得从这个杰泽罗陨石坑说起。NASA 之所以把毅力号降落在火星上的这个地方，是因为多年以来 NASA 通过哈勃望远镜观察到火星表面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存在着一个湖泊。那说是湖泊，其实根本就没有水啊。它的形状和我们经常在月球表面发现的陨石坑基本上长得差不太多。火星地表上本身也到处都是类似的陨石坑，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通过天文望远镜观察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周围似乎有一些曾经存在过的支流的河床结构。那如果是单纯的陨石坑的话，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地貌。那这个杰泽罗陨石坑和其他的陨石坑相比呢，它的坑洼和周围过渡的边缘很圆滑，更像是通过水体侵蚀所形成的地貌特征。所以呢，毅力号的任务很明确，它就是来寻找远古生命存在的证据。
就在去年6月9号，毅力号开进了一条类似远古河口的通道。在进行日常研究拍照和简单的土壤检测的时候呢，研究团队突然从照片中找到了一幅特殊的画面。那先说一下，这个毅力号在火星上采集土壤样本、拍照、分析的整个流程都是自动化完成的。拍的照片呢，也是要传输20分钟之后才能到达我们地球。所以呢，地球上如果想实时的操作这个毅力号去探索的话，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信息传输时间要达到20分钟以上。那在毅力号拍完一张照片传输到地球20分钟之后呢，科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画面。一块坚硬的岩石样板表面布满了深色的小点和一圈圈的纹路，像是豹纹一样。那研究团队呢，这时候一下就炸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岩石样本出现这样的纹路，一般都会指向一种结果，就是它们有可能和微生物有关。那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它更像是一块化石记录，但是它并不是生物本身的化石。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生物活动留下的痕迹，就像我们如果去露营的话，要先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场地来搭帐篷，再搭建一个简易的篝火堆用来取暖和做饭。但是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总是会留下一些人为的痕迹，比如说平整的场地和篝火的灰烬。那这个岩石板上的豹纹图案，推测也就是这个意思啊。NASA 团队呢，当时也是非常的激动，几乎就用上了毅力号火星探测器上所有能够用到的技术工具，优先去研究分析这块石头，而且对岩石样板进行钻孔取样，把样本保存了起来，留着后续深入研究。因为这个毅力号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对有科研价值的样本取样进行研究和保存。那有人就会问了，这个不是火星探测器吗？取样研究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保存起来？这有什么作用呢？难道还要带回地球吗？没错，这就是 NASA 的野心，他们就是要回收这些样本，保存到下次地球发射第2颗回收火箭时再把它们带回来。要知道，这一次单程的地球到火星的星际航行就要花费7个月的时间，而且总共要航行4.7亿公里。目前这些样本被装进了金属的密封桶里保存。这个25号样本被命名为蓝宝石峡谷，它现在正在等待特朗普政府同意拨款之后，就能够乘坐宇宙飞船飞回地球，供科学家们进行研究了。那它现在也算是火星上能够采集到的最珍贵的样本之一。毅力号在提取完岩石样本之后，还和它拍了一张自拍照。很可能这张简单的照片，在若干年之后能够成为被证明人类和地外生命的第一次接触的证据。但这次发现是不是就能够直接证明外星生命的存在呢？其实也不一定，咱不能着急下结论说找到外星生物的化石了，因为毕竟这并不是一块直接的生物化石。那另一方面 ，NASA 也在之前犯过盲目的错误。人类为了研究火星已经折腾了几十年。1976年7月20号，美国的海盗1号着陆器第一次成功的登陆上这个红色的星球。为什么强调是成功登陆呢？因为之前1971年前苏联还发射过一次，但那次失败了。那海盗1号登陆之后，还做了人类首次探测火星生命的实验。当时的实验原理在现在看就有点过于简单，就是在火星的土壤里喷洒营养物质，并且观察是否有生物或者微生物吃掉这些营养物质。结果不一会儿就有了反应，火星的土壤开始冒出气体，就像是微生物正在分解营养物质一样。当时地球这边的科学家也是直接就沸腾了，说我去，我们发现了火星上的微生物了。那这个消息也很快的传了出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之后呢，科学家们发现土壤样本里面完全就没有找到生物存在的痕迹。所以说呢，之前的现象很可能是火星土壤中一些活性的化学成分，比如说盐之类的，它就和喷洒的营养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其中呢完全就没有生命参与。所以说呢 ，NASA 就因为几十年之前这些科学家的打脸行为，就变得低调了很多。直到2000年之后，人类开始往火星表面运送火星探测车勇气号和机遇号，才终于找到了一些火星曾经存在过生命的间接证据。当然呢，这些都是根据环境的推测，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那这些研究最终就发现了，远古时期的火星和地球的表面很接近，很可能以前火星的表面和地球一样，覆盖着大片的海洋和河流，全是液态水。但是这个时间跨度有点大，可能要追溯到30亿年之前。那这个时候的地球上也可能是刚刚诞生了生命。后来好奇号又进一步证明，30亿年前的火星环境完全能够让生命存活。所以说科学家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开始推测，既然火星上面有可能曾经存在过生命，那沿着火星类似的河床和湖泊进行研究的话，很可能能找到一些
证明火星生命存在的直接证据或者痕迹。最理想的结果呢，就是找到这些微生物的化石。所以呢，这就是毅力号火星之行的最主要的使命。那等待这些火星土壤样本在若干年之后被送回地球之前，现在毅力号在火星上也没有丝毫的停歇。它用自身的探测器对这些土壤样本进行初步的研究分析和实验。它携带的仪器能够分析土壤样本组成的元素成分，还能够用激光探测特定的矿物和有机分子。那分析的过程中，就在那些奇怪的斑点和纹路的位置就发现了有机分子，也就是碳化合物的存在。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生命诞生的一种证据。那如果这么说不容易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返回看看我们自己生活的地球的生态系统里面，生命都是以碳元素为核心骨架来构建自身的有机分子。为什么有碳元素那么重要呢？因为简单的说，地球上所有的已知生命，从细菌到人类的组成结构和生命运作所需的关联物质，都是以碳元素为基础搭建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遗传物质、DNA、细胞的细胞膜，它们的核心都是碳原子连接形成的分子链或者分子环。碳元素的最外层有4个电子，既不容易失去电子，也不容易得到，而且能与其他的原子形成4个稳定的共价键。不管是葡萄糖或者是蛋白质，都是由成百上千个碳连接成的链，再折叠成复杂的3维结构，最后才组成了地球生态的万物。另外，在这块岩石样板的这些圆圈纹路里面，还存在着多种矿物质成分，有铁、磷、硫和2种特别的矿物，它们是蓝铁矿和雌黄铁矿。而在地球上，蓝铁矿和雌黄铁矿，它们通常都和植物的腐烂过程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可以想象 ，NASA 在过去的1年前就得到了这些研究结果，但是他们愣是压住了马上去昭告天下的冲动，反而呢闷头去研究了1年的时间。可见呢，这次新闻发布会是多么的严谨。那另一方面也证明了 NASA 也是多么怕再次打脸。在经过1年的时间证伪过程之后，科学家们就发现，似乎摆在眼前的结论就是最接近于真相的研究结果。NASA 的科学家说，我们把数据交给其他的科学家同行，让他们来挑刺分析，问他们我们是不是搞错了，这真的是火星远古生命的痕迹吗？经过1年的审核，他们回来跟我们说实话，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解释。所以这次真的有可能是我们在火星上找到的最清晰的生命证据，就像是猎人在森林里面发现了动物的脚印、折断的树枝和吃剩的食物。就算没有找到这个生物本身，也基本上能够证明它的存在。那我们再说说这2种关键的矿物质，蓝铁矿和雌黄铁矿，它们有什么来头呢？就是通常的情况下，这2种物质的出现代表着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而现实中能够搞出这种反应的，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有微生物的参与。但是理论上讲，如果没有微生物参与的话，也有几种可能会发生自然的氧化还原反应。第一种就是高温的地质活动，要是把土壤加热，而且长时间保持高温的话，很有可能出现同样的结果。但问题是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这块岩石经历过高温，更何况这种蓝铁矿本身就很特殊，它只能在低温环境下形成，温度高一点呢，它就会破坏掉。现在的样本里既然有蓝铁矿的存在，就基本上证明它应该不是高温形成。那第2种可能性就是酸性水反应。简单的说，要是有强酸性的液体长时间流过岩石，也很可能形成这些矿物。但是这个假说也存在问题，如果真的有酸性水存在的话，应该会留下很多的其他痕迹才对。可现在什么都没有找到，甚至他们还在岩石的组成结构中发现了橄榄石。那这个玩意儿同样也不能和酸性物质共存，那所以说这个可能性也排除了。第3种假说就是有机分子自身在催化剂作用下发生了反应。理论上要是有催化剂存在的话，就算没有生命参与，也可能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这种催化剂的反应发生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在火星上面，就算是夏季，气温也能低到-30度以下，所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说法。那么这么一圈分析下来的话，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痕迹就是远古生命留下的。这个发现也和科学家们这么多年以来对火星的猜测完全吻合。如果当时杰泽罗湖的泥里有微生物的话，它们靠硫和铁获取能量，那代谢产生的废物就有可能留下这些像是豹纹的纹路。最后所有的线索指向了一个结论，这些泥土里曾经充满了生命。后来泥土变硬，经过漫长的岁月变成了岩石，这些生命的痕迹就永远被锁在了里面。那回到我们一开始发现的问题，詹姆斯·格林一直强调着一句话，我们离确认只差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比登天还难。
既然大家都觉得只有生命才能解释这一切，那为什么 NASA 不直接官宣啊，我们找到了火星生命了，反而只说这可能是潜在生命的信号？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卡尔萨根说的，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而找到外星生命绝对是非同寻常的主张。所以科学家们只能等待把火星的土壤样本带回地球之后，才能最后下结论。对于这种高级别的发现，国际上有个严谨的评估标准，叫做生命探测置信度等级，相当于一个评估的框架，用来评估某个发现是否确切的能够证明是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那等级从1级到7级7个阶段，只有第7级通过之后，才能最终下定结论。1级呢是检测到可能来自外星生命信号的元素，岩石里面发现了碳、磷铁矿和硫铁矿，那这第1级就算通过了。第2级是排除污染，就是排除这次发现的样本中是否是由飞行器带来的地球微生物污染形成的。那经过 NASA 的叙述，这一级别基本上也通过了。第3级是考察生物的关联性，那上面我们说了，磷铁矿和硫铁矿在地球上通常与微生物的代谢相关，而且这里面有机碳的分布在岩石上的相符程度非常的高。第4级是非生物形成因素的排除，就是需要排除它是不是某些自然界的自然演化形成的结果。那第5级开始之后，就是要采集这些样本返回地球之后，进行针对性的实验室研究才能推进了。虽然火星探测器上面的各种专业传感器十分的复杂，但是相比之下，火星车上的光谱分析的分辨率为2微米，而地球实验室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可以达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直接能够观察微生物化石的亚细胞结构。所以说呢，最后的结果可能还要等到若干年之后了。那最后一集第7集的内容是要对样本进行多次的独立观测，意思就是发现这一个结果是不行的，起码还要再发现几次相同或者类似的结果。如果别的样本和这个样本结果完全一致，或者是非常类似的话，这才能够最终下结论。当然了，这些都是一些间接的结果。如果你直接发现了一个外星生物的化石，那直接能够证明外星生物的存在了。现在这个岩石样本的发现很可能像我们分析的那样，很可能之前前3个都通过了，有很大可能性第4个也通过了。但是这里先说一下， NASA 并没有公开说明研究的进度和通过了几级，但是呢，想要通过这第7级，就要尽快想办法把岩石样本运回到地球。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说起来容易，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就不可能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个任务得分为3个大步骤，第一步就是毅力号已经搞定了的，就是在火星表面开采这些研究的样本。第2步就是再发射一颗火箭飞往火星的卫星轨道上，之后释放回收船降落到火星上。这个回收船里要有一个能够在火星上行驶的火星车，用来往返于各个样本的放置区域进行回收。那这里解释一下，毅力号火星车在每采集完一个样本之后，基本上就是直接丢在了原地，然后用自己的自拍杆拍一张照片，这样进行留存。火星车呢，要按照优先级和地形危险程度，把毅力号放置在杰泽罗火星坑平坦区域的将近40个样本馆组成的样品库，逐一的进行回收。而这一切都要严格的在火星的夏季进行。那上面我们说过，虽然说是夏季，地表温度也只能达到零下30度左右。如果时间错过的话呢，升空用的返回器燃料氧化氮就会冻结，而提供能量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同位素加热器可能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就算这样苛刻的条件还没有结束，返回器在升空回到火星轨道之后，还要有一系列复杂的步骤和操作，将样本抓取并且放回火星轨道上的地球返回舱里面，误差呢几乎不能超过几厘米，在经过几个月漫长的旅程之后才能返回到地球。这个任务困难到 NASA 折腾了好久都没有完全的推进下去。但现在看来，火星样本返回任务中最难的一项似乎并不是这些技术问题，而是经费。毫无疑问，这将消耗政府巨大的开支。那在2020年再有毅力号的航天器发射成功，只是这项漫长计划的第一个阶段。目前第2阶段回收计划还没有最后敲定准确的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有可能最早在2033年之后才能看到这个宇宙快递回到地球的新闻。美国国家科学院每10年都会做一次10年调查，内容是给 NASA 指方向，设定工作优先级。在过去的2次调查里面，火星样本返回计划都是1等优先级的任务，所以可见这个计划的重要程度。但这几年里面 NASA 的预算经常被砍，差点让整个任务关闭。所以说呢，将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还要继续观望。最后让我们期待这项可能颠覆人类对生命认知的计划能够早日实现。
那对于我，对于荧幕前的您来说，保留这份对未知的热爱，对天文事业的关注，可能就代表了我们人类对于这个未知宇宙的探索最大的意义和价值。相比宇宙来看，别说人类多么渺小，地球甚至连一颗尘埃都算不上。这是星际旅行者1号在1990年2月14日拍摄的一张宇宙照片。这时候它已经完成了主要任务，正在飞离太阳系。当时旅行者1号距离地球大概是60亿公里左右。照片中太阳系的全家福中，地球只是其中一颗暗淡的蓝点。很多时候我躺在床上就会想，如果在我生命的尽头能够抬头仰望一下这浩瀚无际的宇宙，是不是一切对未知的恐惧都能够报以微笑，释怀于心？那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如果您觉得这期影片还能够将就看的话，真心希望您能帮我点个赞或者订阅这个小频道，这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或者留言告诉我关于您的想法。那我们下期再见。